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万万没想到香菜根还能搭配枸杞这样做，不得不说老祖宗的智慧真是不简单。虽然看似做法简单，食材普通，可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哦。还不知道的朋友一起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。一说起香菜，大家都知道香菜是以香气扑鼻而闻名，经常用在烹饪菜肴中，起着提味增鲜的作用。味道呢也是香脆爽口，百吃不腻，并且营养价值也颇为丰富，一直深受大家喜爱，是大家烹饪菜肴中必不可少的一道食材。但大多数人吃香菜的时候呢，因为香菜根上面呢有很多泥土，不易清洗，都会把根部扔掉，这其实是非常浪费的。根是一个宝，里面呢还有着非常多的营养物质，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好。把它放入开水中煮一煮，会有着非常大的功效，这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的。买回来的香菜根部一定要留下来，我们把根部剪成这样就可以，香菜叶就随着自己的喜好烹饪吃了。或者大家可以一天攒一点，把香菜根一点点攒起来，攒成这样的一小把呢就够一顿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清洗香菜根。往香菜根里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再加入少许的小苏打，然后我们加入多一些的清水。下手把食盐和小苏打搅拌溶解后呢，将其浸泡一会儿。为了让香菜根吃起来更健康更安全，我们一定要将香菜根用食盐和小苏打浸泡10分钟，然后时间到了以后，再下手把香菜根一根根搓洗干净。浸泡香菜根的时候，放入小苏打和食盐，可以充分去除农药残留以及洗净污渍，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吃起来更加放心。很多朋友之所以把香菜根给丢弃了，就是因为难清洗。那么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，将泥土污渍软化以后呢，再来搓洗就容易多了。很多人都不知道香菜根有什么利用价值，其实香菜根营养丰富，含有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，比如维 C、B 族维生素、钙、铁、磷、镁、钾等，还有一些挥发油，能增强人体免疫力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健胃醒脾，对人体有很大的帮助。现在我们再换水将其漂洗，这样香菜根就清洗干净啦。跟着控水捞出，来到菜板上，我们把香菜根切成小段，然后先放在一边备用。跟着我们准备一把红枣，再加入少许的枸杞，跟着我们加入少许的清水把枣皮打湿，再加入少许的面粉，下手把红枣和枸杞搓洗干净。枸杞、红枣都是很有营养的食材，很多人习惯不洗直接吃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其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呢，表面或多或少呢都会有灰尘、杂质等，甚至是细菌，直接吃不卫生。用面粉抓洗呢，能够有效的杀菌除尘，这样吃起来干净又健康。这样把红枣和枸杞夹缝中的污垢抓洗干净以后，再换水将其漂洗干净，把面粉淘洗掉，洗至水清澈见底，这样红枣和枸杞也就清洁干净了。这样的红枣枸杞吃起来就干净健康了。现在将其控水捞出，装入盘子里边，拿出剪子，我们把红枣剪成小瓣，顺便去除枣核。红枣一直以来呢是大众滋补佳品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健康养生食材，对身体有很好的滋补效果，具有补虚益气、养血安神的作用。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，是难得的保健营养品。红枣含有大量的糖类物质、维生素、胡萝卜素、烟酸等多种营养素，具有较强的补养作用，能够提高身体免疫力，增强抗病能力，从而保护肝脏。而枸杞呢是一种非常多见的中药材，
所含有的枸杞多糖、氨基酸、生物碱类以及挥发油等成分非常的丰富，还含有着非常丰富的黄酮类物质以及各种维生素，对人体健康有较多的保健作用。而且在养生食谱中加入枸杞和红枣，养生的效果呢更能加倍。准备好的红枣，我们将其一同倒入炖煮锅中，香菜根也一同加进来了，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接着盖上盖子，用大火将其煮开。大火煮开以后，我们将其转成小火，继续煮10分钟，把所有的食材里面的营养物质全部给它释放出来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来看看，淡淡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太好闻了。看着汤汁汤色，营养物质已经充分溶于水中了，非常美味的滋补养生汤呢就完成了。把煮好的汤水盛入碗中，趁热喝就行了。这种汤的味道呢是比较寡淡的，只有一点淡淡的甜枣味，喝不惯的朋友们可以加一些蜂蜜，味道就很好了。但想要效果好，还是直接喝原汁原味的吧。这绝对是香菜根最好的做法之一了，喝起来非常营养，特别健康，可以去除我们身体的寒气，味道也非常好，不苦不涩，非常美味。这个季节早晚的温差特别大，尤其是小孩最容易感冒发烧了。用香菜根煲水喝呢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从而起到一个排汗作用。那么排汗以后就能有效地加速身体退烧。当然小孩平时呢都可以这样煮水喝，能够有预防感冒和有除湿驱寒的效果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了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